大家好，我是末端，欢迎来到科技慢星云。这期看两个东西，一个是如何使用 GLM 4.7 以及 MiniMax 2.1。当然我说的是免费使用，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知道我视频主打的就是不花钱。这两个 AI 大模型，无论是在程序架构还是在 UI 设计，他们的表现是相当惊艳的，而且他们支持长上下文和多语言。那比较可惜的是，他们不是完全免费的。这样的好东西就像《山海经》里的开天斧劈开混沌，想干啥几乎都可以。我们看看能不能免费使用它们。另外一件事是看一下 Stock AI， 它就像《山海经》里的息壤，无限生长自动运行。它主要是做什么的呢？它主要就是把 AI 搬到云端上，这样就不用占用你本地的资源了。我们逐个看一下，先看一下如何使用 GLM 4.7 以及 MiniMax M2.1。既然要本地使用，就需要有载体，可以到 Gen 的官网去下载 Gen 来使用，试一试看吧。到它的官网以后，选择你对应的系统，点击下载链接就可以下载了。下载之后需要安装，安装步骤就列在下面，删除步骤也有，翻译一下。基本就跟着它这个安装步骤就可以安装好了。你也可以点这个按钮去 GitHub 下载。我是已经安装好了，就直接打开。打开以后，首先会需要 AI 大语言的模型，但我们要的不是这个 Gen V3 的，我们要的是 GLM 4.7 以及 MiniMax M2.1。点一下设置，选择 Model Provider， 点 Add Provider， 输入一个名字。目的是要创建一个叫 NVIDIA 的 provider， 我是已经创建好了，点设置。它的 base URL 就是这个，到时候可以去博客上复制粘贴。在模型这里点一下加号，输入 GLM 4.7， 好像没有，关掉。我们先看一下是不是需要先输入 API key 到 NVIDIA 的官网，也就是英伟达的官网，接受一下 cookie。我们准备先注册一个账号，先看一下模型，在这里点一下 More Model， 在这里输入 GLM 4.7， 搜索一下，弹出了结果，点进去看一下，同意这个条款，询问一下，看一下它的 Model ID 是什么。稍等一下，他做了个自我介绍，其他没有什么用。我们要的是 API， 先注册个账号，点 Login， 复制一下邮箱，把邮箱粘贴到这里，点下一步，给个密码，重复密码，做人机验证，做一下人机验证，再做一次，这样就好了。点 Create Account， 这个 email 似乎不太行，换一个 email， 再做一下人机验证，点验证，点创建账号，现在需要验证邮箱，粘贴一下验证码，点继续，应该是好了。这两个选项可以不勾，直接点 Submit， 正在登录，给一个账户的名字，点创建账户，稍等一下。如果需要 API 的支持，就需要验证一下这个账户，点一下验证，这里要做电话验证。有需要虚拟数据的，可以到这里来，点击发送。看来不行啊，我验证一下再继续。收到验证码以后，填入验证码，点 Verify。验证通过以后就跳转到首页，这样就获得了 API 的支持。点一下用户按钮，点 API key， 因为我们要的就是 API key， 点创建 API key， 给一个自定义的名字，选择永不过期，点创建密钥，稍等一下。永不过期就是有100年的使用时间啊，这样应该也算永不过期了。点复制密钥，关掉，粘贴到这里。点一下加号，给一个自定义的 ID， 点添加。似乎并没有下载模型，也就是说它没有下载模型。那我们要换到 Hub 里面去看，应该是在 Hub 里面下载模型。输一下 GLM 4.7， 这样可能没必要这样做。换言之，也就是说在 Gen 里面可以使用 GLM 4.7。我们看一下 MiniMax。也有 MiniMax M2.1， 但是它们是 GGUF 的量化版，我就不在 Gen 里面做了，因为 GGUF 是本地的量化版，我会选择用 LM Studio 做。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些模型都不小，下载模型需要时间。我已经在 LM Studio 里面把模型下好了，我就继续使用 LM Studio 来做演示。需要 LM Studio 的小伙伴到它的官网去，打开它的下载页面，选择对应的系统，点下载按钮，下载就能安装，安装就能用。打开 LM Studio， 点击 My Models， 就可以看到你已经下载的模型。如果还没有下载的，可以点这个搜索按钮，然后输入你需要下载的，选一个点赞比较多的下载就好了。我是已经下载好了，点对话按钮，点选择模型的按钮，这两个都能用，随便选一个你喜欢的。我就选了第一个，但是第一个出现了错误，因为我本地是 Mac， 它是没有独立 GPU 的，因此这个可能还用不了。因此我们还是会需要使用 API Key， 然后调用 API Call 来最终得到结果。因此我们需要找一个 Model Provider 自带 NVIDIA 的，比如说 Cherry Studio， 这是它的官网，点这个就可以下载，下载就能安装，安装就能用，它是免费的。你也可以点这个 Download 按钮去 GitHub 下载，结果是一样的。安装好 Cherry Studio 以后，打开，点 Add Assistant， 它这里有两种辅助，一种是 Assistant， 这个主要就是问答，这个是 Agent， 它可以做一点任务，目前还不需要关掉，因为会用到 API Key， 所以希望你之前已经复制并保存好，方便你复制粘贴。点设置按钮，选 Model Provider， 在这里输入 NVIDIA， 打开它，复制好你的 API Key 以后粘进来。因为我们不需要这两个模型，直接删掉，不要的模型删掉。点添加模型，这个需要 Model ID， 关掉。点管理，这个支持搜索，我们就用这个，输入 GLM 4.7， 这就是我们要的了。点添加，输入 Minimax， 这个 M2.1 的就是我们需要的，点添加，关掉。这样 NVIDIA 的 API Call 就自动启动了。拖大一点，检查一下连接性。先测试 Minimax， 点 OK， 测试要稍微等一会儿。如果之前你没有复制并保存好你的 API Key， 那你有可能会需要再生成一个。这个连接是成功的。现在再换一个模型，选 GLM 4.7， 点 OK， 再测试一下也是连接成功的。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两个模型的连接性的测试都是通的。理论上说，现在基本上你就可以通过 API Call 在本地调用这两个超级强悍的模型了。这两个模型支持超长的上下文和多语言，我们等一会儿就用中文来测试，不是英文，是用中文来测试。点一下 Home， 如果你希望创建角色，就创建一个角色，点 Add Assistant， 我就直接使用默认。在模型这里点一下，我们逐个测试一下。先选第一个，让它模仿以前一个叫 Flappy Bird 的游戏，做一个简单的游戏开发。这就是一个简短的提示词了。这里用的是中文提示词做测试，点击发送，这样它就开始制作了，这样就生成好了。结果是可以 Preview 预览一下的，也可以在浏览器中打开，也可以直接下载源码。我们点一下预览，就会弹出这样的一个窗口，你可以在这里点保存，在这里专门查看代码，在 Preview 里面专门查看游戏的预览，画面还是挺精美的。点 Split， 点开始游戏，要不停的点击让鸟飞过去哦，如果挂掉了就会重新开始，关掉。你当然可以继续追加其他的提示词，这样可以继续修改和升级这个游戏。顺便说一下 Minimax 应该是可以做音乐的。我们来测试一下第二个模型，也就是 GLM 4.7。 选择模型，给一个提示词，我们开始测第二个模型。这是做一个围棋的游戏，思考需要一点时间，稍等。它开始生成答案了，生成好了我们再预览一下，这样就生成好了。再点一下预览，用户可以选直黑还是选直白，我们选个直黑吧。然后点开始，棋盘完全看不到，这个需要修改，关掉。
我突然想了一下，有可能是预览的区域太小，我们点这个，在浏览器中打开，这样就打开了，点开始，这样就可以看见棋盘了。下一个子自动进行了胜负的判定，这个肯定是要修改的。回到 Cherry Studio， 我们要准备修改一下这个游戏，通过继续添加提示词的方式。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模型都已经可以用了，因为它们两个本身不是免费的，现在是可以通过 API Call 的方式免费的用了。要继续添加提示词也很容易，就在这里添加就好了。我们已经试过 Preview， 也试过在 Browser 里打开。这次修改以后，我们准备使用 Download， 然后把文件从本地打开，点击发送，这样它就会开始修改了。等它修改好了，我们会下载，然后从本地再打开看一下结果。好，再稍等一下，似乎做了比较多的修改。修改好以后，点下载按钮，把文件直接下载到本地，然后把下载好的文件直接拖放到浏览器中，这样就看到了结果。可以选直黑，也可以选直白，我们先选直黑。下一会儿看一下，感觉有点奇怪，看一下能不能重来。好，可以重来，稍等一下就退回到欢迎页面，看一下能不能直白。感觉上去还是要继续提升一下机器人的棋力，当然整个游戏是可以玩的，节奏也很流畅。这样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免费使用 MiniMax M2.1 和 GLM 4.7， 但是这样依旧会消耗你本地的一些资源，尤其是如果你是使用 Mac 没有独立 GPU 的话。因此呢，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好的直接能够在云端使用，完全不依赖本地的云端 API 的部署方案，也就是接下来要讲的这个 Stock AI。云端的方案会用到这位大佬的 GitHub 仓库，点个心，看一下它的协议，拉到底就可以看到是 Apache 2.0， 基本上就是可以免费使用。向上拉，在核心特性这里可以看到它适用于流式模式和非流式模式，也就是流媒体和非流媒体都可以用。向下拉一点，这里就有详细的使用教程了。这里说了4个可以直接使用的场景，其中 API 直接调用是最为容易的一个。向上拉，这里就会有部署教程，这个就是部署的详细步骤，一会儿我们就只需要跟着这些步骤走就可以了。这里显示了它已经支持的模型，它没有 GLM 4.7， 但它有 GLM 4.6。看一下它的环境变量，这环境变量是可改也可不改的，主要好像就是这个 API Master Key。API Master Key 基本上就是你找到对应的 AI 提供商，注册登录，然后去拿 API Key。API Key 这个东西建议是要用一下，我用我的，你用你的。因为你等会会在 GitHub 里面，在它的 JS 文件底下看到它对 API Key 的要求。当然等一下部署的时候是做一个演示，建议 API Key 还是要的，但是根据官网的讲法，似乎这个是可选的。没关系，向上拉，我们打开 JS 文件看一眼，它是有默认值的。向下拉，拉到底，在这里有看到 UI 的界面，点一下仓库名，回到主页，点击展开详细步骤，我们就按他说的这些步骤走一遍。首先打开你的 Cloudflare， 登录进去，最好要有一个已经托管在 Cloudflare 上的域名，没有也可以，有的话更好一些。打开 Computer and AI， 点 Workers and Pages， 点 Create Application， 点 Start with Hello World， 给一个自定义的名字，点部署，点编辑代码，回到 GitHub， 点击打开 JS 文件，点击复制，复制好了，粘贴到这里，强度选中等，点 Obfuscate， 这样就混淆好了。点复制，回到 Cloudflare， 全选替换，点部署，版本已保存，刷新一下，出现这样一个界面，基本就是成功了。点一下 Visit， 打开页面，默认它用的是 GPT-4o， 自带一个 prompt， 我们点击一下发送请求，
很快啊就看到了回复。现在换成 GLM 4.6， 还是同一个提示词，点击发送。稍等了一下，没有反应，可能需要 API key 关掉，可能 OpenAI 的 API key 不能通用吧。理论上说 API key 是需要的。回到 Cloudflare， 点一下应用的名字，回到主页，点一下设置，点一下这个3个点的按钮，点 Disable。我们不需要使用它默认提供的路径，点 Disable 确认关闭，点用户按钮，选语言，把语言改成简体中文，比较好看。我已经添加了自定义域名了，自定义域名只需要在这里点添加，选自定义域，随便给个前缀，后面是你之前已经托管在 Cloudflare 上的那个域名，然后点添加域就好了。根据官网的讲法， API key 是可以在环境变量中设置的，类型是 plaintext， 也就是说我们是可以在环境变量中设置 API key 的，因为刚才那个 GLM 4.6 不是没有call成功嘛，因此我想是不是要给一个 API key， 因为我们之前是有一个 API key 的，可以试一试啊。复制一下环境变量的变量名，也就是这个 API master key， 回到 Cloudflare， 在变量和机密这里点添加，类型是文本，因为官网上说是文本。如果不太方便看，可以用 JRead 直接帮你读一下，它这里的解释更加的清楚。复制好你的变量名，也就是 API master key， 粘贴到这里，把之前那个 API key 粘贴过来，然后点部署，我填我的，你填你的，这样就有了 API key 了。然后点击访问，选择 GLM 4.6， 我们再次测试一下有 API key 以后是否能用。点发送请求，依旧不行啊。取消流式响应之后，再次发送请求依旧不行。之前是 GPT-4 可以用，但我们这期主要讲的是 GLM 4.6 或者是 Minimax。现在 GLM 4.6 无论是给 API key 还是没给 API key 都不能用。目前是 GLM 4.6 在这个云端的环境下不能使用，有知道如何解决的小伙伴出来说一说。受制于时间，我就不继续乱发挥了。大体的方法就是这么个方法。这期讲了2个，一个是如何在本地用 API call 免费使用 Minimax M2.1 以及 GLM 4.7， 另一个是如何使用云端的环境做 AI 模型的 API call。但是 GLM 4.6 似乎没有成功，但是大体方法是讲了一下，有知道的小伙伴可以出来教一教。顺便说一下，这个 repository 你要改的话，最好是 fork 到你自己的 GitHub 账号上，这样改起来比较好改。点一下回主页，点 fork 按钮就可以 fork 到自己的 GitHub 账号上了。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试一试，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谢谢。